我们首先讲讲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一系列的这个项目当中，我做个大概的分类。第一个分类，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大家知道创业的时候，到现在所有的企业运行最难解决的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资本从哪儿来，是第一号的问题。我们是如何从300块钱人民币开始去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分一大类，这就不是时间顺序，就是我们专门讲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资本的问题、资金的问题。以后我们是如何在进了北京以后，更大规模的解决资金问题？在以后我们如何在飞机业务当中，那就是那个时候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何解决数以10亿计以上的资金的规模是如何解决的，以至于最后我们今后从现在开始的今后，我们如何解决更大规模的资金问题？这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所以我们要讲很多这类的项目，讲在项目当中发生的非常曲折的故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讲这个事儿。第一次就是我们开始创业，大家知道，我想和大家创业时都经过的一样，如何筹集到第一笔钱，能保证我们还能够创业。现在条件好一些，在那个时候，万元户都是一个特别金贵的名词的时候，有一点点钱，工资，大学毕业生，我记得大学毕业生分配的时候，统一不知道北方怎么样，南方是42.5块，一位的工资42块5毛钱。有300块钱，我300块钱是卖东西来的，就卖了一部缝纫机，卖了300块钱人民币，就是所有的到今天为止南德集团的注册资金。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第一个讲的故事就是关于资金的故事，就300块钱人民币是如何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我看估计大概就3-4个月时间，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取得了大概7万，现在说惯了，其实不是7亿，就7万块钱人民币的利润和30-40万块钱整个的资金规模与流动资金的规模的。怎么做到这点的呢？我们这一切都是非常合法的，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合法的，所以应该去熟悉所有资金流转的形式和了解我们国家结算的所有制度。它这些东西它是之间是有，也不是应该用矛盾，好像也不恰当这个词儿，不应该用矛盾。它反正它这分工。他分工的他那一部分的时候，他按照他的规律在如何结算，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又按照他的规律、行业规律要求是如何结算，他都是在结算人民币，但是他行业不同，要求地方不同，于是就产生差异。这就是我们可以从300块钱人民币使用到几十万人民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儿，当现在要发生，所有一个企业家呀，要非常敏锐的感觉机会在哪儿，捕捉这个机会。当时我们捕捉了最大的机会，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个军民融合发展办公室，就军事工业制造业如何转化为民营的工业，还在转化。重庆是那个大家知道，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们国家军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大后方嘛。你看民生公司把那个当时在国民党时代，把那些东南沿海、华北的所有制造军工的企业，通过川江航道，通过民船公司的轮船，无代价的从宜昌起运
一直到运到重庆，终点是重庆，就分布在重庆以市中区为中心的几十公里那个范围之内。你想这么大一个群体，就我们的军工企业仍然集中在那儿大量生产，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呐，以后对越的自卫反击战呐，一直到这个时候，最后到自卫反击战，我们战争停止了，对外战争停止了，所以这所有军工企业生产军火的能力就成了像今天一样的富裕生产能力了，停产了，就开始军转民，就是总后就号召总后勤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就号召大家尽可能生产民用产品。在生产民用产品过程当中，你想这个结构，它没有销售队伍，从来没想到过销售，它概念就没有这个概念，还要把这个产品卖出去，卖出去谁买军火呀？谁敢买军火呀？它转了民用以后，还是那民用产品怎么卖出去呢？可以卖了，怎么卖出去呢？没有这个整个的职工队伍，工厂的结构形成没有这一块儿。我看准了这个机会，于是我就充当去，就是南德，当时还不是南德，当时南德名字还没产生，还叫万县，就四川万县江北贸易部这个单位，和各个厂联系，我们得充当这部分来卖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大家看网上传的很多，就是我们是怎么卖钟的。大家看见那个就这么大小点点那个，以前中国有个名牌叫商务牌座钟，当时有商务牌座钟，就像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的。前一段时间说比拟这个家庭财富是有一台进口的那个电视机啊、电冰箱啊，前80年代。不但是个财富的象征，而是个身份的象征。当时那个商务牌的那个座钟就起到这个作用。你家里边有一台商务牌的座钟，就表示了家里富裕程度和能够购买到商务牌那个座钟的那个社会关系。当时有一商店卖嘛，我记得是卖这个要凭华侨券才能购买这个座钟。他们就仿制这个是一模一样。他当时说造枪造炮的单位的技术来仿制一台钟呢，是很简单的事儿。上海呢是个商务牌座钟的产地，上海也是对商务牌座钟特别具有价值符号的一种产品，就不但是财富的象征，而且变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家里边有一台商务牌座钟，就像社会地位高一些一样。他能证明他能购买到这个东西。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从重庆一个军工厂买了一台这个机器，就是一台这个商务牌座钟，到上海向上海的百货公司推销。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肯定骗子，这个东西。凭工业票还加那个结婚证才能购买的东西，买来推销。我说不管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儿，来了群骗子。我们就反复证明我们有这东西，你反复证明，越证明他越不相信。最后达成协议，我们把那个钟运到上海了，你总要付钱吧？现在上门推销那个地步，商量一下，什么叫运到上海了？就是个细节是这样的，我们把一张从重庆启运的铁路运输大票，就是提货单，在上海站提货单，那个提货单注明我有多少台这个钟，那你应该付我钱。那他当时认为，那铁路当时的运输这个条件，那个部门又不是我们一个民营企业可以主办的，一个企业可以主持的。你交给他了，在重庆九龙坡那个货站，交给他了，交给国家铁路局了，又交给他什么东西了？就是等于是，就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你交给他以后就无权转移了，
这段时间无权转移了，保险呢全是这个铁路公司的事了。好，他到上海，我们就凭这个在上海站提货的一张提货单据，这算交给你了，你要付我钱。那些都做了详细规定。那上海百货公司也很纳闷，还有这样的事儿，他们将信将疑，就签了协议，他们根本认为没有这个事儿，不可能产生这个事儿。于是我们回到重庆，就向生产这个座钟的厂，我们订购了1万台这个钟，1万台，请他发到上海百货公司，售货人是上海百货公司。